拿这个给你。哇，干嘛？哎呦，现在是流感高峰期，没有录影的时候戴上去会比较安全。那你给我这个，你自己又不戴。哎呀，我戴了拿下来，我的妆会花掉嘛。哦你放心，你妆花了还是很帅的。哎呀，真会说话。哎，不过话说回来，在新加坡，每个礼拜大概是有2000多名患者因为有上呼吸道感染到综合诊所求医啊。对呀，如果是碰到流感高峰期的话，每周有3000多名啊，这还不包括私人诊所看病的人呢。哎，那你知道这个流感跟感冒怎么去分吗？哎呀，我懂的话，我就是 Dr. Lee 了嘛。哎，放心，看我们节目你是 Dr. Lee 好不好啊？是的。那么流感是比较严重的感冒，这样的说法正确吗？用力擤鼻涕会促使身体制造更多鼻涕吗？那为什么流感会造成肌肉酸痛呢？按对穴位可以缓解咳嗽、发烧、鼻塞，赶快学起来！流感疫苗人人适合接种吗？全都在这一期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哎呦，我今天喉咙不舒服，我想拿 MC，我要去看医生。等一下，你想要借机开溜是不是？我把医生请到现场了哈！来，马上欢迎家庭医生黄伟杰，还有我们嘉宾胡佳琪学弟以及朱厚仁大哥，欢迎三位，欢迎三位，来，请坐。哎呦，好久不见了哈！呀，想请问一下两位你们最后一次这个感冒是在什么时候？厚仁大哥，哦，我已经忘记是什么时候了。你今年到现在都还没有感冒到？没有。哎，哇，要保持。对。因为每一次感觉有问题的时候，我太太就来先吃下，不然等一下你就感冒了。他先吃什么？仙丹。因为他叫我吃我就吃。总而言之，他叫他张嘴，他丢进去就好了。对的，厉害。那佳琪呢？跟我的小孩子一起，应该是在年头的时候就感冒一次。医生，你平均了一年感冒几次？我平均一年大概1次到2次吧，不过很庆幸今天我还没有感冒。好，现在我们就来玩一个迷思的游戏。好，我来发问。第一题听清楚哦。是的，这个流感就是比较严重的感冒，真还是假？真还是假？我觉得是假。哎，哇，佳琪选真呢？为什么你选？为什么你觉得是比较严重？很多病毒就是传很大的，都是感冒开始的。OK，流感必须要打疫苗，所以是一种流行性感冒。是，普通的感冒不需要，所以我觉得完全是两回事。我就觉得流感跟感冒，他们就是都是一种病毒喽，不同病毒啊，我不觉得比较严重。OK， 来，医生，答案是假的。哇，不错。其实流感和普通感冒是2种不同的病。那流感呢是由流感病毒所导致的，而普通感冒是有很多不同的病毒所产生的。最重要就是，无论是在临床的症状，或者是治疗还是预防措施，2者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来，第二题，好，请问维生素 C 可以预防感冒，真的还是假的？3、2、1。真的假的？你懂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你们每次会出这种 trick question OK， 来，所以我们说真的，对不对 ？OK， 你们的认知很高，你可能你要问他们讲为什么先吗？哎，我觉得他们对啊，就不用问了吗 ？OK， 来，厚仁大哥，为什么？因为我常吃，而且没有感冒，所以我认为是真的。OK， 佳琪，因为我对维他命 C 很有感觉，就是常常吃，因为要美白也是。OK， 所以要固定在吃。OK， 来，医生，其实答案是假的。你看，我懂你们的套路。OK， 来解释一下。其实研究显示，维他命 C 并不能治疗，也并不能预防流感或者是普通感冒。其实一般来讲呢，我们国人的普通的食物蔬菜、水果都能摄取足够的维他命 C，所以你多吃维他命 C，你并不能吸收进体内，而反而会排出来。第3题，流感快好时传染力最强，真的还是假的？我看你是不懂，但是你以我们发问的风格，你认为？我是看到佳琪拿针你就换假，拿什么你就拿反就对了。拿倒反应该比较安全。OK， 没有，我猜，我记得不是快好，印象中是你还没有，你快要生病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反而是比较那个传染力就比较强。我觉得啦。OK， 我也是这样认为。不是有一个叫 incubation period， 我不懂是不是？医生有点头，医生有点头哦，你有智慧哦，医生有点头哦。来，医生，来，真的还是假的？是假的。他点头是说，你又错了。OK，来，
来，医生解释一下，其实流感最高传播力的时候是在这个症状还没有出现的前3到4天，然后你症状出现之后，还是会传播5到7天。那普通感冒呢，因为它是很多不同的病毒所产生的，所以它的传播力就比较混合，可以导致3到4天还没出现症状，或者呢症状出现后呢1到2周都还能够继续传播。OK， 还有，来下一题。来第4题，请问多喝水可以帮助身体更快排出病毒，真还是假？请举牌。OK， 我没有针对佳琪的意思啊。OK， 我纯粹是觉得多喝水是防止你脱水 OK， 但是不能够排病毒了。对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对我的看法跟他一样，水本身是不能够成为一种治病的一种这种排毒的一种功能，对不对？OK， Jelly， 就是利尿，然后就是排热气，然后那个病毒就会，哎，算了，我不讲了。这个是很多老一辈的说法的想法，我也是这样听的。来，医生，正确的答案是真还是假？也是假的。生完孩子，你的智慧差那么远吗？对，卖给孩子了。OK， 来，医生，其实喝水并不能帮我们加速排毒病毒，不过当我们生病或发烧的时候呢，我们是很容易脱水的，所以我们还是会鼓励大家多喝水。哦，现在是最后一题了。用力擤鼻涕会刺激身体分泌更多鼻涕，真还是假？1、2、3。对，好人大哥嘞？假。OK， 我这是跟杰里一起啦。OK， 为什么真？因为我自己以前有一阵子感冒嘛，是，但是我用力擤，我觉得反而更严重。OK， 来，我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之前就是孩子，他也是生病了，然后我就一直帮他抹的鼻涕，可是越多流出来，我就不知道干嘛。感觉是这样。对，我的感觉跟你不一样呢。你是用力就没有了？用力就没有了，好像小孩子我们把它吸出来，他们就没有了吗？等一下，有这个做法吗？其实是有一个仪器，你能够放在口里，然后吸出来。对，不过呢，我们不建议这么做，因为你可能会吸收到那个病毒，反而会被感染到。对了。 OK 啊，正确的答案真还是假？答案是假的。真的不能够相信你。假的啊！后人大哥，佩服。为什么？并不会制造更多的鼻涕，不过我们也不建议你去很大力的擤鼻子，因为我们担心那个压力会到耳膜，会受到耳膜炎爆掉，或者那个液体会倒流进去那个鼻窦，然后导致鼻窦炎，所以我们不鼓励大家这么做。OK， 那当然我们也是要请医生来讲一下，到底这个流感跟感冒的分别在哪里？是流感呢，其实它是流行性感冒的简说了，就叫流感。那流感呢，其实它是由流感病毒所引发，而流感病毒呢，我们最常见到的就是 A 型和 B 型，就是我们的甲型和乙型。普通感冒呢，英文是叫 common cold。 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病毒所产生的，很多最常见到的几个就是鼻病毒，我们讲的 rhinovirus。那其他我们还看到的病毒有冠状病毒 coronavirus， 然后还有我们讲的 RSV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就是呼吸道综合性的一种病毒，还有腺病毒 adenovirus， 还有副流感病毒就是 parainfluenza， 所以很多不同病毒。多种 OK。 那医生，我想问一下，刚才提到那个 RSV， 如果小孩子中了之后，是不是特别严重？那 RSV 呢，对小孩还有年长人士其实是比较严重，比较容易引发呼吸道的问题，比如会导致气管炎啊，或者是 bronchitis 啊 bronchiolitis， 而且呢，这个症状会比较久才会康复，所以一般来讲，当一个人被感染到 RSV， 那个症状可能会持续2到4个星期才会完全的康复。没错。那等一下呢，我们会多了解这感冒的症状哈，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好，稍后见。 那每次我都会听到人家讲说是流感的高峰期，对了。可是每次我听到了那个时间点好像都不一样的嘞。其实一年呢就有2个流感高峰期，一个就是6月、7月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就是12月和1月的时候。哇，那跟学校假期一样。为什么会这样 ？OK， 这个时候我就想反问我们的艺人朋友了，你们可不可以猜猜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高峰期？为什么？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是打这个流感的疫苗的时候。 是12月底，因为我要出国。是。他说，这时候人很多啊，尤其你去外国冷的地方，很多流感。OK， 那问一下佳琪，你答对这一题，前面那5题我就算了。 OK， 尽量，就是因为假期大家出国嘛，然后带回来的病毒，然后就可能就会这样子。OK， 那我想医生，其实你们的答案都是对的，所以综合起来就是对的。对的。
55龙哎，跟佳琪庆祝一下。最主要是因为年中和年底呢，就是北半球和南半球的冬季嘛，对，所以那些病毒在冷的天气是比较活跃的。是，然后很冷的时候，大家都会聚集在屋子，然后紧闭那个房门啊，就很容易传播。是，然后碰巧呢，6月假期，学校假期很多人出国会就把病毒带回新加坡。然后在新加坡是不是也是因为气温会偏低，在年底的时候？年底的时候是雨季，所以一般来讲，呼吸道病毒啊就会比较容易传播起来。如果说一般上有人有打喷嚏的一些症状，你怎么判断说它到底是流感还是感冒？我们会用多方面来做决定。第一，我会问一些问题啊，比如你有没有发高烧啊？你吃了退烧药之后效果如何？有没有退烧啊？你有没有接触到有流感病毒的病患呢？所以从此我们确认，你患流感的病致死率会高还是低？然后我们会做一个 antigen rapid test ART， 然后我们就确诊这是 A 型还是 B 型流感。OK，那这个流感跟感冒的症状有什么不一样吗？主要呢，流感的症状是比感冒还要来得严重。OK，首先发烧呢，相当高烧，会39度啊、40度这种高烧，而且会持续蛮久的。至少要1到2个月才会康复。那流感是有很多很严重的症状，比如肌肉酸痛啊、头痛啊、觉得很疲倦啊、喉咙痛、咳嗽。可是呢，普通感冒它是很多不同病毒所引发的，所以症状就比较多样化了，可能是很轻微的，甚至没什么症状，然后症状也是比较短，很快就会康复了。OK，是。如果我家里就是大大小小大家一起生病，那个症状为什么会不同？主要有2个原因，一个就是年龄，另外一个就是你本人体质。所以小孩子啊，或者是年长人士，一般来讲症状会比较严重。然后你也要看你身体个人的体质，比如你如果有慢性疾病啊、糖尿病之类，你的症状会比较严重。可是如果你身体健康的话呢，可能你症状很小、很轻微，很快就康复。了解。OK，流感了以后会肌肉酸痛。对，感冒就不会吗？感冒要看是哪一种病毒啊，所以如果是比较轻的病毒，比如我们讲的鼻病毒，其实它们一般来讲是没有什么肌肉酸痛，或者很少肌肉酸痛。那为什么流感会呢？主要是因为流感这个病毒呢，它会侵袭我们的肌肉，会导致肌肉发炎，所以剧烈的肌肉酸痛。第二点，流感跟白血球相撞的时候，我们的免疫在抗衡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物质，比如cytokine，就会刺激那个肌肉，导致我们会觉得很肌肉酸痛。那有一种说法啦就是说我们人为什么会发烧OK，就是因为我们一个身体机制，就是把温度提高，然后把病毒给杀死。这个说法是对的吗？我们为什么会发烧呢？主要是因为身体想要让我们白血球更活跃，因为白血球在高温度时它比较活跃，就比较容易杀掉那个病毒。另外一点呢，我们讲过了，病毒是很喜欢是低温的嘛，当那个温度提高时呢，病毒不是容易繁衍，那我们就比较容易清掉那个病毒。如果我的小孩子，如果珍珍她发烧听妈妈讲就是会烧坏头脑，烧坏脑。其实发烧是一种症状，一种 symptom， 它并不是导致烧坏脑的这个原因啊。烧坏脑呢，其实主要是病因的问题啊。如果你发高烧，其实是脑膜炎的，所以这个脑膜炎就会伤到那个脑的保护层，然后就导致那个记忆啦或者成长能力受到损伤啊，而不是因为发烧本身。对，所以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如果你发高烧，你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症状啊，比如你颈项很痛啊，一直吐啊，听力或者视觉不大好啊，觉得晕沉，要小心一点，因为可能是脑膜炎。比如有流感去看医生，通常会给2种退烧药，是为什么？主要就是 paracetamol 还有 ibuprofen。那它们的区别就是 paracetamol 比较适于低烧，比如38.5这样。那 ibuprofen 比较适合高烧。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ibuprofen 其实一定要吃饱饭吃，因为它很容易伤到胃。而 paracetamol 是不用吃东西就可以吃，比如你3个半夜起来你发高烧头痛啊，你是比较适合吃 paracetamol。这2种药不能同时吃，是不是？要分开它？其实是可以同时吃，不过我们是建议大家呢不要同一个时间吃，比如你先吃 paracetamol，然后过了3个小时再吃 ibuprofen，然后再3个小时再回去 paracetamol。这种办法呢就会让第一个药还没有完全药效退的时候，另外一个药就补上去。那么关于这个感冒还有流感呢，中医有什么看法呢？那广告过后我们一起去请教一下中医，好不好？好，我们稍后再见。欢迎李广清中医师加入我们的这个讨论。来公开发问了，好吧？来，我的妈妈一直都就是讲啦，如果说你发烧的时候应该盖被，这样比较快好，是不是？这是古法啦，不行哎呦，应该是不可以盖被的，会盖被会闷出病来。哎，对。那问一下医师好，是这样说法对吗？对，感冒里边有一种感冒叫风寒感冒，那这种病人呢，他们不出汗，可能会有一点低烧，
肌肉酸痛这个样子了。是那治疗这种感冒呢，通常我们会用一些药物，让这个病人呢微微的出汗，我们也会让病人加一个衣被排出去了，排出来。到这里呢，这个感冒就结束了。可是如果这个感冒没有好，出现了这个高烧，咳嗽，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脱水的症状，就不可以再发汗。也不可以再捂汗，就是风寒感冒是可以出汗，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就不能够这样，反而会弄巧反拙。是的。那医生怎么说？我们甚至是建议你穿比较轻凉的一个衣服，然后一个比较薄的被来盖着。可是我们不建议你裹着，因为你会让那个高烧还有体温不断的持续的长高，所以这不大支持这一点。请问发热会不会进一步变成发烧啊？有可能，因为发热其实是一个范围很广的一个名词，比如说喉咙痛啊，可能是一个发热期，大便干也可能。如果说这些发热期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那有一部分是可以出现发烧的症状。那从中医的角度是怎么看待这个流感跟感冒？感冒呢，基本上就是大家常说的伤风嘛。那这里呢，其实我想讲的是，感冒呢有一部分人呢是叫虚人外感，比如说气虚呀、阳虚啊、阴虚啊，我们用药呢，适当的加一些补虚的药，比如说我们用玉竹党参啊，可以让它快速的痊愈，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预防它下一次的感冒。流感呢，基本上在中医相当于中医的疫病，就是瘟疫这个样子了。这个瘟疫的范围更广，包括流感，可能还有包括比如说结核啦，霍乱啊等等，这些都属于瘟疫的范畴，就不太一样。OK，那其实我个人蛮好奇的，因为像我们常说嘛，痰跟这个鼻涕的颜色其实也有分别，是吗？痰啊，还有鼻水其实是透明清澈的，这个颜色主要是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或者被某些物质刺激到鼻敏感的时候呢，我们就产生很多白血球。当那白血球进入这个液体时候，它就会产生那个黄色或者是青色。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早上我们刚起来的时候，那痰通常是比较深色的，不过随着时间就是 as they go by， 你就越来越透明。如果它的那个痰或鼻水是一直深色、很浓如果有异味啊，又觉得有持续的发烧或者是鼻窦方面觉得很不舒服，这可能是有细菌感染到了。这种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开抗生素。OK， 那中医角度呢？这个生病的时候，人体的这些分泌物呢，其实对我们中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痰呢是比较黄的、比较浓稠的，甚至有些人可能会有血丝，我们说这是一种偏热的一种状况。那如果说它的痰的颜色比较清晰，很多泡泡，量比较多的，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偏寒。可是呢，通常很多时候是寒热错杂在一起，我们就要考虑说它是寒多或者说热多，它的比例有多少？那这个呢会指导我们用药。那想问一下，为什么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鼻塞，有时候会流鼻涕？当病毒进入那个鼻孔的时候呢，如果它会刺激到那个内膜，那在内膜肿胀的时候就觉得鼻塞，然后那个身体会企图要排掉这个病毒，它就会产生液体，然后就会导致流鼻水，然后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会鼻塞，有时候会流鼻水。那如果说我现在有鼻塞嘛，那但是身体又会分泌那个鼻涕，对，那如果说我不把鼻涕擤出来，它会倒流嘛？有什么方法可以缓解那个鼻塞，让鼻子通畅一点？我们一般是建议你去坐起来了，或者不要晚上睡觉时不要躺得太直，半躺啊。对，半躺会比较容易让它流出来。另外一点就是医生也是可以开药啊，比如我们可以口服的药或者是药水，让你滴进鼻孔里面，然后让个鼻孔暂时的扩张，但你就觉得不会这么塞。那想请问一下中医，就是如果说有鼻塞又流鼻涕，像他常常发生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穴位是可以减缓一下的？其实就是一个迎香穴是很有效的一个穴位。迎香穴，哎呦，在哪里？在哪里？这个在那个鼻唇沟，鼻子旁边有2个那个鼻唇沟。对，在这个鼻唇沟里，但是是在鼻翼的旁边。鼻翼旁边。鼻翼的旁边，鼻唇沟的这个位置，你就揉按这个穴位，然后就会促进你的鼻子通畅。对，如果小朋友鼻塞也可以吧？也是可以。那还有些时候我们在感冒的时候，为什么耳朵会痒，或者是眼睛会流泪之类的？对，首先我们了解呢，眼睛和鼻子和耳朵其实有个管连接住的哈。所以眼睛和鼻子呢，就是个我们讲的鼻泪管，然后鼻子和耳朵就是咽鼓管。所以当我们生病时，病毒侵袭鼻子时，它其实会沿着这些管去刺激到眼睛还有耳朵，所以就不舒服啊、痒啊或流水。可是如果你的症状是主要是痒，就是喉咙痒、眼睛痒、耳朵痒，你要考虑可能是过敏性的一种鼻炎或过敏性的反应，而不是感冒。我们有问西医，就是说你会感冒是因为病毒引起哈。是。那中医来说，
有另外一个说法是吗？是对。中医说感冒的原因有几个了，第一个就是外界的这个邪气。那这个邪气呢，通常就是风寒暑湿，还有燥和火。这6种邪气，它不是单一的让人生病，很多时候它们合伙起来一起让人生病。比如说风和湿在一起就是风湿感冒，风和热在一起就是一种风热感冒。还有一个就是燥，那燥呢在本地不常见。但是通常介于就是这种秋冬季节去一些国家旅行回来，就是冬天国比较干燥的时候的一种邪气。那本地比较多的是这种暑湿，就是下雨的时候，雨季的时候，天气又热，那这种邪气伤人的话，通常都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这个人会出汗，体温会升高，那严重的话就可能昏迷，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暑了，昏迷中暑就是倒下去了这个样子的。对。可是你讲的邪气是？不是中医的说法，来了呢。邪气是病毒的意思。我来这边学习嘛。他第一次来，我们现在不是在拍这种节目，我们是拍医疗节目。没有，下次请他来，我们要请个道士在这里。真是的。还有一种正气不足，如果这个人的正气很足的话，这个外界的邪气是拿你没办法的。如果说你的正气不足，正气虚，那这个时候呢，这些外界的邪气就比较容易进来，对你造成一个伤害。所以这个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说流感冒或流感来的时候，有的人容易被感染，有的人不容易。常常在那个社交媒体上面说，他们要洗那个鼻子。就觉得很可怕，可是有用吗？你要有人去教你怎么做，然后你去清洗，因为有些时候那个鼻子真的是塞了很多那个鼻水很浓啊，然后你没有办法清除掉，然后你就适当的sterile 的冲掉这个痰。一般来讲，我们是不建议小孩子或者那些没有训练过的人去洗鼻子因为如果你做的不恰当的话，很容易伤到鼻孔。还是要有熟练，要知道怎么弄，是，不要乱洗了，好。那说到感冒跟流感，你们还有很多问题想问的。医生，我想知道怎样分辨热咳还是冷咳。还有很多人说咳嗽不是一种病，是真的吗？还有这个流感疫苗每年都要接种，一定要打的，对不对？那到底安全吗？那我们每个星期喝凉茶有没有帮助？对了，Air Purifier 买了是不是有用啊？稍安勿躁哈，因为时间关系了是。我们下个礼拜呢继续跟中西一起讨论哈。那下星期同一时间记得锁定医疗大小事，拜拜。